好，那我这边大概简单介绍 AWS 好的工作跟职涯的发展。好，那接下来我就交给 Mark。好，那大家好，我是 Mark。那谢谢 King 帮我们介绍 AWS Support。那我自己加入 AWS Support 的话，也是快4年的时间。那我一开始是 Cloud Support Engineer，那我跟 King 有个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说，就是像刚刚讲，我是持续走工程师的路径。那我先说说我上一份工作内容。我上一份主要是做 R&D，那我在 VivoCake 是一个安控公司做IP camera 的底层网络程序开发。那我也用 Golang 去写后端的服务器，那包含 RESTful API 的服务器或者是 WebRTC 的SQL Server。那我在亚马逊这边的话，我是负责网络内容跟CDN 相关服务。那我也会处理一些 WAF 啦，比如说像 SQL injection 或者 quasi script 或者 DDoS 相关的问题。OK，好，那等一下，OK，好，那我这边的话，因为我其实是 Cross Support Engineer，所以我一路走过来，所以我想要透过我们 Cross Support Engineer 的子梗来去分享，就是大家可能都会很好奇一个问题，就是云端资源工程师到底在做什么？那我们先从最左边的 CSA 开始。那 CSA 的话，其实它的全称是 Cross Support Associate。那 CSA 的话，大部分都是工作1到2年，或者是大学毕业生，那对技术还没有那么熟悉。那这个时候我们会指派去处理一些比较基础案例，来慢慢累积自己的技术含量。那像企业的资源客户的案例，我们就比较不会让 CSA 处理。那我这边想要补充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企业资源。那因为 AWS 的技术支持，它是有分plan，主要有3种付费 plan。那开发者啊那个商业，然后跟企业。那通常企业的客户的话，它的规模可能比较大，它的问题可能会面向比较多元、比较复杂。那所以在 CSA 这个阶段的话，我们会专精在比较单一的服务，或者是比较基础的技术问题。那等到技术含量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CSA 会在各个内部的我们内部的流程去评估，你可不可以晋升到 CSE，那也就是 Cross Support Engineer。那这个过程通常在半年到1年左右。那到了 CSE 以后，就是一个可以快速累积实力的阶段。那 CSE 的话，通常你就会接触各式各样的案例。那不管是严重程度，因为我们刚刚讲我们 Support Plan 除了有分各种 Plan 以外，客户开启的案例也有分严重程度，有1到5，5是最紧急。那5通常我们会在15分钟内回复客户。那 CSE 这时候开始就会接触到各式各样，不管是严重或不严重，或者是技术比较深的一个问题，那快速累积自己的实力。那也会在自己的一个技术领域的某一个干衣服务会去做一个更多的累积。那当你到干衣服务累积到一定的量、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我们会透过 King 刚刚讲的叫做 Subject Matter Expert，就是 我们快速叫做 SNE 的这个内部的一个考试跟认证。那如果你过了这个考试以后，我们就认为你是这个服务的专家。那举个例来说，我自己其实是 EOB，也就是 Elastic Load Balancing 的 SNE。那我就是通过考试成为 EOB 一个专家以后，我之后我会接触到更多的挑战，因为我可能会去接触到刚刚讲的，我可能会刚做 Support Office，那我会去接触到其他 Engineer，可能针对 EOB 没办法处理一个案例，他可能会 Escalation 给我。但是除了挑战以外，我自己也会得到更多机会，因为我可以去加入全球ELB 的一个讨论群组，里面会包含全球的ELB 史密的 support 工程师，也会包含我们那个 ELB 的开发团队。那我们定期会有会议去讨论，或者是一个礼拜或一个月，或者全年会议，会去了解到 ELB 最新的一个客户的反馈。ELB 最新的一个技术，那什么时候要让取一些新的功能？那除了这个的话，我们也会负责就是全球的一个教育训练，来去协助我们的 support engineer 去熟悉 ELB 这个产品。所以说，其实你除了更多挑战以外，你也得到更深入这个服务的一个机会。
那除了这块以外，通常在 CSE 这个时候，你会去处理到刚刚讲的，你会刚 support ops，你可能会去处理到escalation 的一些 case。那这个其实 escalation 的 case 通常代表这 case 其实已经比较着急，那客户可能有 production pain，那这个时候就会需要你有比较专业的知识去了解怎么去安抚客户，怎么去让客户去理解我们怎么协助他更快解决他的问题。所以你可能在这方面你会去跟内部多个团队去合作，来更快帮客户去找到他的一个问题呢去解决。所以刚在经过这个步骤以后，你会进入到下一个level 叫我们在那个内部叫做 CSE2。那 CSE2 的话，你除了单一个领域的话，你会慢慢，你会去专精于更多个领域，更多的一个服务。举例来说，你可能不会只专精于 ERP 这个服务，你可能还会专精于你的比如说我是网络，那网络我可能会专精于比如说 DDoS 或者是 WAF 的一个技术领域。那为什么我们会去要 CSE2 去专精更多领域呢？那其实是因为，其实像一个典型的客户 case，其实可能它会包含各式各样的一个 AWS 的网络服务。举个例来说，客户的架构里面可能包含着最前端有 CloudFront 的 CDN，那中间有负载均衡器 ELB，最后面是 EKS，可能是container 一个容器。那刚刚客户的服务出现问题的时候，如果今天你这三个元件你都非常了解的话，其实你可以用一个 big picture 的方式去看这个问题，可以更快协助解决问题。这也是我们预期 CSE2 会需要做到的事情。那当你在专精一到两个的服务以上以后，那最后你会进入到叫做 Senior Cross Support Engineer。Senior Cross Support Engineer 的话，就是你会专精整个技术领域，比如说网络的技术领域，你也会主要负责去解决一些没有明确方向的技术问题。那这个时候你也会去加入一些全球的一些专案，去改善全球的一些 Cross Support Engineer 去更好去服务到客户的一些专案。OK，所以听完 CSE 的资本介绍以后，如果我要用一句话来去形容 CSE 工作的话，我觉得那就是让我们 AWS 的用户可以更懂得使用 AWS。那怎么说呢？因为其实在AWS 云端上面有各式各样的客户，刚刚讲，其实我们developer 到 enterprise，其实不管是从规模小到规模大，或者是从各个领域，比如说是从电商，甚至到区块链，各式各样的客户都使用着我们 AWS 的服务。那 AWS Support 就是让客户去了解用什么样的服务，或者是他正在使用什么样的情境，那他的一个 best practice 是什么？所以说，我们常听到就是说，哎，我们其实是不是只做故障排除？那其实不是，我们其实除了在故障排除以外，我们也有帮客户去做架构规划，甚至是在举个例子来说，我们之前其实也帮一些线上售票系统去最佳化它的改 DB，来让它售票的那个延迟降低非常多。那我们也帮助抢购网站去看它抢购的时候它的一个瓶颈是什么。然后来去协助他预先规划一些资源，让他抢购的过程可以更顺利。那下面这边的 QR code 的话是，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些客户见证的 Customer Story，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扫描它。那中间的话是我们的订阅资源计划，那就是我刚刚提到过，我们 Support 是个 Plan，如果想了解我们 Support Plan 的话，可以去扫描中间这个。那最右边这个 DDoS 分享的话是，我觉得这个非常值得一看，是我们Cloud Support Engineer 来分享在过去我们怎么去协助客户去解决他 DDoS 的问题，DDoS 的攻击，那怎么协助他 mitigate，那让服务重新恢复正常的一个案例。OK，那在知道云端技术知识工程师的职责范围后，我们就来看看深度。那我这边想从就是我这边进来以后的公司，应该说大家进来会想提出个问题。那第一个就是进来工作以后才知道当初为什么面试要问这么深的问题。
那我自己以我过去的 RD 经验来说，其实我在之前一份工作，我专注的在于是我怎么把 code 写好，怎么把 code 写个可以延展。那但是其实当我要使用一个协议，举例来说，我使用一个 TCP 或者是 WebSocket 的时候，其实我并不需要知道它底层协议怎么做，我通常只要知道怎么去抠这个 API，或者是怎么去用哪一个函式库就可以。可是当你进来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要解决一个客户的技术问题。举个例来说，如果客户说今天他没办法访问某一个 EC 库，就是我们的虚拟机，那我们可能会需要他截取封包或者收集 HAR file。那截取风暴里面，其实我们就需要了解到 TCP 的一个协议的详细运作，因为只有你了解TCP 协议的详细运作，你才有办法去分析这个包，那才有办法去协助客户去让他理解他的问题是什么，那他应该怎么解决。那第二个就是 AWS 每天都有新的服务、新的功能，完全学不完。那的确，其实我刚进来的时候只有100多种服务，但是在现在，其实我们 AWS 已经有200多种服务，已经增加1倍。那其实不止服务增加，甚至是我们单一个服务的功能，我们也持续在演进。所以其实是持续都有学不完的一个客户的情境或者是一个功能。那第三个是 OK，我现在打电话给客服都会觉得像奥客，因为我们已经习惯 AWS Support 的标准来看事情。那其实AWS Support 甚至是整个亚马逊目标都是成为全世界最以客户为中心的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在不管是 Support 这边的一个决策，或者是在产品的一个决策，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决策都是 based on 在客户的一个反馈或者客户的一个想法来去推动我们的技术继续做演进。OK，那接下来来到常见问题，云端支持工程师的领域是不是只局限于基础设施？那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跟 King 的技术的专业都不在基础设施，我是在 Browsing Networking 熟悉，那我也是开发，那 King 在 Big Data 这边比较熟悉，所以其实我们并不只局限于说，哎，你一定要熟悉，比如说底层的线路啊，或者是你应该要熟悉怎么真的去装设一个机器这样子。那面试者需要去具备哪些技能，或需要具备云端技术知识吗？那其实看我们征才一个 profile，那每个 profile 不同。如果今天你有云端技术知识的话，有的话很好，但没有的话其实也没关系，因为相较于经验丰富但不深入，其实我们比较喜欢就是你在某个领域你是很深入的了解这个领域，而且你也喜欢去透过学习去解决问题的人。举个例来说，其实我们更喜欢的就是，比如说你在 HTTP 或者 TCP 很擅长，虽然你可能在比如说 DNS 啊，或者是你不熟悉底层的 VPN 网络，但是没关系，因为你在 HTTP 这边很擅长。其实我们希望就是看到你喜欢深入学习或者深入去学习，然后解决问题的一个人。OK。